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对抗可以说是龙虎争斗，尽管两国之间并未真正撕破脸皮拉开架势干一仗，但两国之间的军事竞争可以说是十分激烈。这不，近期有媒体爆料，俄海军在接下来的时间有大动作。据越南网站1月26日的消息称，俄罗斯国防部已将北方舰队的核动力潜艇971舍嘎 B 潜艇进行了多项测试。随后，俄国防部还补充到，971号核潜艇配备了 KLBPL 巡航导弹，该款导弹至少能够精准打击2000公里以内的任何目标。如今，该艘核动力潜艇将与猎豹、维珀、蒂格、潘泰拉、盖帕德以及沃尔克6艘核动力潜艇一同执行任务。同样，丹麦媒体柏林报对此次俄军出动971核动力潜艇时表示，971舒卡 B 核潜艇配备的卡利布 PL 远程导弹以及金扎尔高超音速导弹将会使得俄海军对驻扎在格陵兰岛附近的美军基地形成巨大的威胁。同样，有关军事专家指出，尽管尚不确定俄罗斯的卡利布 PL 远程导弹以及金扎尔高超音速导弹究竟能打多远，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根据他们的速度，这些武器至少不会低于2000公里的打击范围，并且这些武器的出现将很大程度上改变格陵兰岛美俄之间的军事平衡。试想一下，如若美俄之间在该地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那么俄军方一定会试图摧毁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导弹防御系统。要知道，北极地区对于俄罗斯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未来在该地区美俄之间极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要知道，俄罗斯一直以来都在寻求扩大对北极地区的影响力，并且前段时间俄罗斯更是向联合国递交了申请书，希望俄方能够优先开发北极大陆的地区资源。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发布了一项新规，即外国军舰想要在北极海岸航行，就必须要获得俄罗斯当局的批准，并且这一时间至少要提前45天。由于俄军这种单方面的占领北极周边海域，这也使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感到非常担心，因此美国海军也是频频联合北约多国海军在北极地区展开军事行动。面对以美为首的北约国家不断的与俄在北极周边海域的军事竞争，因此有专家担心北极周边海域极有可能会成为大国之间的新战场。此次俄军向敏感地区部署核潜艇，这也表明了俄海军对北极周边海域捍卫的决心是非常明确的。同样，这种极其敏感的行为也极有可能会加剧美俄之间在北极海域的军事对抗。在学习历史时，我们会得知英国是曾经的海上霸主，但这也只是曾经。虽然现在英国海军海上霸主地位早已不在，但耐不住英国对海上战斗力以及地位的向往，积极建设皇家海军。这也让英国飞行员保罗·肯纳德惊讶，英国竟然试图再次统治海洋，这可能吗？其在文章中直接表示，其远洋投送能力在中国反舰导弹面前下如空壳，只能离得远远的。据美国福布斯发表的一篇题为《英国再次统治海洋吗？英国航母打击组织宣布已投入运营》文章，作者保罗·肯纳德曾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23年，是一名直升机飞行员。他对于英国已经积极建设海上战斗群体超过12个月感到非常惊讶。英国的种种迹象都在表明，他试图再次统治海洋，但现实却是残酷的。据文章透露，英国计划为伊丽莎白号航母组建专属飞机战队和系统程序平台，将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引进到航母打击小组中，与防空4-5型驱逐舰、反潜战2-3型护卫舰、核潜艇等舰艇融合，建设强大的海上战斗群体，具备向远洋投送战斗力的能力。其实，这本就是英国海军想要重振本国海上战斗力属于自己国家的事情。但是联想之前，英国当作美国的急先锋之一，想要在2021年将伊丽莎白航母调往亚太地区执行任务，这一部署也备受国内外关注和热议。因此，对于英国海军部署我国还是值得关注的。目前，英国国防部宣布，航母打击小组概念已经投入运营，并达到了初始作战能力，标志着英国皇家海军态势和投射能力将在未来发生巨大变化。其中，英国海军此次的远洋投射能力的主要调整是对舰载战斗机的部署，依靠 F-35战斗机组成世界上拥有数量最多的舰载第5代战斗机部队的航母打击小组。照理来说，航母向远洋投射战斗力主要依靠的就是能够依靠第5代隐身战斗机的优点，通过航母投射能够向远洋投射更强的战斗力。但一项残酷的事实却摆在英国海军面前。作者表示，在中国拥有远程反舰航母杀手东风21D单导导弹面前，英国航母至少需要离岸至少1000英里以上。英国即使将调整后的伊丽莎白航母打击小组派往该地区也是白费，因为他们在中国航母杀手面前只是行走的空壳。英国飞行员这一点
个人还是很赞同的。毕竟一旦一个国家想要向远洋外的他国投射战斗力，在没有辅助的海外基地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航母打击小组。英国的航母打击舰队或许能够威慑他国，但对于中国来说，迎接豺狼的只有猎枪，只要你敢来犯，东风就敢送达。近日，有越南媒体表示，日前俄罗斯军方已经收到了一种新型的火炮武器系统，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武器。任何人在面对这种武器时，使用中型或者重型火力，都相当于是活在死亡武器之下。所以在未来，或许没有谁敢和俄罗斯这样对抗，这就十分令人好奇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才能让越南媒体给出如此高的评价？俄罗斯这是要雄起了吗？要知道，这之前几年的时候，俄罗斯是眼看着就要落败了，各种武器吃的都是当年苏联的老本，很少有推出新的东西。就像是如今的美国，各种研究速度可以说是十分缓慢。虽然说在现任总统的带领下，俄罗斯可以说是把全国资源的大部分都倾斜到了国防建设上，以至于在2020年的时候，各种武器才有了一个小爆发，比如苏57战斗机，比如频繁测试的高超音速导弹和 S400 更先进的 S500之类的，甚至还有透露自己的6代机研究进展和其他先进的隐形无人机的研究方向。所以不管究竟战斗力如何，这个发展趋势确实是值得称道的。毕竟虽然是还有一点吃老本的地方，但是确实是在改进。而大多数人不会过于小看这个战斗民族真正站起来的后果。这次俄罗斯再次推出的这款新武器究竟是什么？言归正传，据悉，这种武器的名字叫做青霉素 EB75， 是一种自动热火炮侦察系统，安装在8×8移动式自行式底盘上，光电探测则安排在升降柱上，可以在一天中的任意时间，甚至在-40度或者-50度的极端低湿中依然可以自如的行动，还不需要操作员。EB75 主要功能是探测并找到敌方的火炮、迫击炮、系列发射器、防空导弹、战术弹道导弹等，并且加以攻击。而且这种武器还有一个十分不一样的特点，那就是在如今的战场大多信息化的情况下，这架火炮却可以完全不受信息干扰。因为和其他武器不一样的是，这种火炮在探测或者发射时并不需要依赖雷达，而是依靠给予战场参数的新方法来计算。特殊之处又在哪里呢？需要知道的是，目前大多数火炮和雷达是离不开的，所以在不依赖雷达的情况下，这种火炮究竟是以什么来为标准判定的呢？主要是随身携带的智能工具 PanicLink OEM 光电模块，里面包括了至少6个电视摄像机和同样数量的热像仪、核热量和热智能复合体的接收和处理的设备、地震传感器。前者可以提供全方位角度和高度变化的圆形视图，并且持续工作18个小时。后者所有工作都是基于无线电来进行的，两者结合，可以在发现敌人的发射声音和热信号后，大约5秒内就可以计算出目标确切位置，完成绘制目标地图，和其他系统共享信息，然后开火。这种武器在操作期间几乎不曾存在暴露的因素，所以这种新型的火炮装备系统，或许真的如越南人所说，就是一种可以令重型和中型火力都毫无作用的死亡武器。